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海派罐头。今天是我们在越南的最后一天，非常的天空不错美啊！今天下起了暴雨，我的天！我今天会跑不止一个行程，结果今天下了超大的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胡志明的几个小景点啦。然后这些小景点呢，有一些是女生可以去拍照打卡的，然后有一些是如果你有，例如说2-3个小时。没有特别的行程安排，不知道干嘛的话，也可以去走走逛逛。那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支持我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第一站呢，要来的叫做玉皇寺。那以前它又叫福海寺，顾名思义啊，它是拜玉皇大帝的。那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据说当年是有一个叫卢明的广东人盖的。那2016年的时候呢，奥巴马也有来这边拜过哦。没有啦，他过来参观的。然后这边可以求平安、求姻缘、求生子都可以。那这座玉皇殿呢，听说里面有300多尊的佛像，大部分都是用竹子跟纸雕做成的，算是蛮厉害的一个工艺品啊。然后这边很酷的一点是，它这个水池里面会有很多的鱼啊什么的。那是因为他们想要祈福的时候就会来这边，例如说想要生意兴隆，可能就会放个锦鲤；然后如果想要长寿的话，就会放乌龟，会在这个水池里面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去逛跟参拜了，但是突然发现它里面禁止摄影，所以等一下里面的画面可能就没办法给大家看了。进去以后会先看到一条走廊，右手边呢会是卖贡品的，佛教嘛，所以它都是茹素的。很妙的是，在右手边他们有一个日历，那个日历呢是来自新北市泸州区，所以上面全都是中文，然后还有那个厂商的生产地就在泸州那边，还有台北的电话，对。进来以后，然后又全部都是繁体中文，所以有一种我来到台湾的感觉超强烈，真的跟台湾的寺庙感觉很像。正殿呢就是玉皇大帝，上楼以后呢是一个拜观音菩萨的，门口会有一个千手观音，然后有一个卧佛。楼上大家都算是蛮虔诚的，都会有3跪9叩的礼仪。1楼的左手边呢就是拜财神爷，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一键发财，还有2匹赤兔马吧在那边。财神爷往后出来呢就是阎罗石殿，这个阎罗石殿做的是非常的精致，它是用木刻的方式，用黑底金字刻下各种浮雕的画作，上面就是地狱的场景，告诫你就是不要做坏事，不然你下地狱会受到怎样的刑罚。我觉得非常有艺术价值，非常好看，然后非常的壮观。阎罗石殿出来之后呢，就是金花殿，是一个可以求姻缘、求子的地方。听说你只要拜的时候，心里默念你的意中人，他就会帮你牵起这段缘分。没有想意中人，你想谁？我没有想，完全没有想，就是拜拜。就是我就拜平安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过来拜的话，要记住几个服装礼仪。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穿无袖的衣服及短于膝盖的服装。然后因为进去呢是要脱鞋的，所以袜子也注意不要穿有破洞的，或者你就直接打赤脚也是可以的。里面的氛围算是蛮庄严的，所以就是大家要抱着一颗虔诚敬畏的心过来。那这边行程差不多就这样，那我们即将前往下一个行程贡咖啡，走路过去只要16分钟。这间店其实蛮有名的，它整间店都采用了军绿色的设计，挂满了越南国旗。家具的摆饰呢，也是走一个很复古的感觉，然后有一些椅子甚至还是有点像露营椅的样子，就会让我联想到有一种越工在丛林之中打仗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他们设计里面有没有加入这个元素啊，但是给我有一种这种感觉。那它的菜单上面这个数字不是什么65块哦，它其实是65000块的意思，就是它后面省略了3个0，就 K 的意思。那网络上呢很推它的椰奶咖啡，但是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，所以我就点了椰子咖啡。这边除了椰奶咖啡以外，还有一个 coconut green rice， 应该是椰子玄米茶，也是非常
常热门，就是刚刚好几个人看起来都要点这个，但是已经卖完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是点了一杯果汁跟一个椰子咖啡，一共是13万元。那在这间店的斜对面呢，就是非常有名的粉红教堂。那它楼上的露台呢，就是可以拍照打卡。如果你的伴侣中有女生的话，一定要带她来这边，她们绝对会非常爱。强烈推荐这家贡咖啡，可以吹冷气，可以喝冷饮，然后可以拍美照。我发现他们其实都蛮喜欢用纸吸管的，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一点所谓的环保意识。这个环保观念用在比较冷门的地方。感觉他们是没有在做一般的资源回收啊。刚刚看完佛教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天主教，来做一下宗教平衡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有一座粉红色的这个教堂，就刚刚我们在贡咖啡里面看到的教堂。那这座粉红教堂呢，它其实真正的名字叫做新定教堂，或者是叫做耶稣圣心堂。它其实已经有150年的历史，在法国殖民的时候就已经建造了。那原本呢，它是白色的。在1957年的时候漆成粉红色，从此声名大噪。看来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懂了这个标新立异的大道理了。那在教堂的顶上呢，有一只灰色的大公鸡，所以它以前呢又叫做公鸡教堂。那这只公鸡呢，就象征着悔改与觉醒。3楼的露台这边就可以直接跟粉红教堂拍照。接下来我们要坐公车前往西贡中央邮局，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。前面这一座呢，就是西贡中央邮局，它是法国殖民时期第一座盖在这里的邮局。那它整个是鹅黄色的设计，然后左右对称，你们看起来很像深谷第2的作品。工藤新一嘛？是的，我在东都环状线上装饰了5颗炸弹。那这边进来后，两边会有电话亭，然后上面有各国的时间。不过有一些电话亭听说已经改成 ATM 了。上面的这幅画呢是西贡的地图啊，也就是胡志明市的地图，蛮久以前的1892年时候的地图。然后这边呢则是越南跟柬埔寨的电信网路，整个邮局呢才挑高让采光透进来，感觉非常的高大上。前方这个巨大的照片就是胡志明本人的。那以前这座城市叫西贡嘛，现在改名叫胡志明，也是为了纪念他。还有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越南盾啊，上面的照片也都是胡志明的本人。我觉得他其实长得蛮帅，有一种武术宗师的感觉。那我们既然都来到邮局了，就来寄一张明信片给我上海的家人吧。这边有非常多明信片可以选择哦。我买了一张统一宫的，统一宫算是我们这一趟行程有趣的，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啦，有许多政治故事的。我想说，我爸应该会蛮喜欢的，我就来寄给他们。现在贴好邮票，我们要把这封信寄出去了。我们就这样丢进来，完成。好，我们现在寄完信了，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寄信的过程其实算是蛮简单的，去买一张明信片，然后再跟他买个邮票，贴好邮票丢下去就可以了。但是在战争时期呢，要寄这个信是非常困难的。杜甫不是有句诗写到“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”。但现在这个和平时代呢，要寄信是非常容易的。不要说寄信啊，你连上网啊、使用 LINE 啊都非常方便。像我们这次来越南呢，就使用了eSIM的eSIM，不用换 SIM 卡，也不用去电信排队，只要扫描 QR code。如果你的手机是 iOS 17以上呢，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咯。像我们这次买的是越南5天吃到饱，只要400多块，平均每天不用100块。那不管是上网看 YouTube 啊，还是发现实动态，网络都还算可以啦。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等公车的时候，我都还可以再滑一下 Threads。那如果你现在也准备要出国旅游的话，欢迎点击我资讯栏连结，或者输入推荐码 Jack Lee 就可以享有5%优惠哦。OK， 回到正题，这个邮局的历史很久了嘛。那以前的人识字率不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会有一个职业叫做代写。那以前有一个叫做杨文悟的老先生呢，他就是专门坐在这个西贡中央邮局里面帮大家做代书的工作。这位杨文悟先生呢，他有经历从越南的殖民时期，然后一直到南北越的打仗时期，然后再到最后和平统一的时期，所以他经历了3个时期。他一直都在这个邮局里面帮大家做这个代写的工作。那他会语言也很多，他会越南文、会英文、会法文。他甚至成为了金氏世界纪录里面写信最多的人。那他也是胡志明市的最后一位邮政写信员。之前很多游客来这里玩的时候，都会找他合影拍照，甚至也请他代写，算是一个极具纪念意义啦。不过很可惜的事情是，他在202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，因为年纪也很大，就离开了我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就无缘找他写信，所以刚刚我就只好自己写信，然后寄去上海。那从中央邮局出来之后，对面
就是胡志明市最大的教堂，叫做圣母院。那它的设计听说是有参考了巴黎圣母院的设计哦，不过现在因为它在整修当中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进去参观了。那它这个整修呢，可能会整修长达10年之久哦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过来，所以他们现在要进行这个维护的话，他们的原材料啊，然后工人的制作方式也都要再一次从国外进口过来。那大家知道吗？法国人就是做事比较悠闲一点，做个1小时喝2杯咖啡，所以不能逼他们，不然他们就要大罢工了。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景点现在要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可以进来嘛，所以他们会有盖上一个灯幕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发光，很漂亮。大家在 Google Map 上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那个灯幕，但是因为现在是白天，所以看起来就秃秃丑丑的。那这个圣母雕像呢，他们在1959年的时候，由梵蒂冈的主教下令从罗马搬过来的。听说呢，他在2005年的时候，这个圣母雕像还有默默的流泪哦，但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，我是查不到解释啦。那以后如果它维修好之后，大家可以进去看看彩绘玻璃，听说是十分漂亮啦。好，那早上走了这么多点，肚子也有些饿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吃午餐了。那这家餐厅呢，又是我的朋友5410强力推荐的，又是那一句话，不吃保证会后悔的餐厅。那这一间呢，也是越南餐厅啦。那同样还是米其林餐盘推荐，哇，他总是很会找。我们现在就来去吃吃看。这一家店呢，其实就在槟城市场对面，走进巷子就有了。它鸡肉有一个味道是什么味道？很像我们吃河粉熟的那个烤的味道。是你加这个酱哦，超香。就它的这个鸡皮有点太过 Q 嫩，很难把它弄断。但是我觉得加这个绿色酱是真的很好吃，不过还是有点小辣。哦，已经开始有点微汗了，是有点辣，但蛮好吃的。他们真的很盛行纸吸管，目前吃到所有餐厅的饮料都是纸吸管。我真的觉得越南跟泰国有一点很像，对，他们很多菜都有一点点小辣，但是又很好吃。对于我这种不吃辣的人而言，真的太亏了。它是很薄的牛肉片，来挑战一下这个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，看起来有点像河粉的，有点像米线。然后蘸的那个小帮手说有点甜的，但我觉得看起来是辣酱的酱，就有点甜甜的。我觉得它一定也蘸酱，因为它本身没有味道。真的要讲话，我们鸡肉那一盘的这个绿色的酱比较辣一点，这个红色酱真的还好。这几天在胡志明用餐，发现他们的位置和桌椅好像都小小的，身材比较高大的男生用餐的时候要小心点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这次越南胡志明之旅了。其实这几天呢，除了古芝地道以外，几乎都是在第一郡玩了。如果你觉得胡志明还有什么宝藏地点、宝藏景点还没有被我们去玩到或挖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。那如果你也喜欢历史旅游追星的话，欢迎加入我的冠家群支持我，让我们一起去找寻更多好玩的事情。我是海派罐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